至于究竟谁是那个为命运写下句号的人，并不重要，并不重要。你明明就认为 Kiana 才是写下句号的那个人，不是认为，而是现实。无论从哪种方面来看，他都最合适。你已经完全不打算阻止他了吗？哪怕会因此而失去他，失去一切。我当然会尽力不让那种事发生，但这也肯定不是裹足不前的理由。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而只要直面问题，就一定要承担风险。看来这并非简单的梦境。按照圣痕计划的本质来说，难道他们连用以让人做美梦的素材都已经不够充分了？是布罗尼亚或者幽兰戴尔的行动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果，还是说……自己做的饭好难吃，爸爸，爸爸，啊！哼，世界蛇未免也太小看我了。我根本不在乎你们怎么说，但你们给我学会尊重。牙医，不用管我，你没事就好。Kiana， 长空式的那时候吗？哼。影分身，四闪。所以，这才是你们的手段吗？世界蛇。比起分享他人的幸福，亲手修正自己人生中的每一处遗憾，
反而是更能够炫惑人心的梦境。不过，杜亚，你果然也只是幕后主使的一个幌子吧？这哪里像是不能做梦的人呢？天哪，小心！站到我身后！行吧。哎呀，是我太不小心了，没关系了，我还是能帮上忙的。Kiana，其实你不帮忙的话，现在我们应该已经吃上饭了。我也是真的想向你学做饭吗？只负责洗碗，多无聊啊！好吧 ，Kiana 的进步的确很大。先去帮忙把这个洗干净。啊，手还会痛吗？不许再碰刀了。没事啦。哦，对了，这条手链沾到水的话，应该没关系吧？毕竟是你送的。好了，别说怪话了。放心吧，没事的。我送你的东西那么多，样样都爱惜，可就什么都做不了了。也是啊。啊，对了，我看到网上都在讨论那件事呢。那位天命的大主教公开了崩坏的存在。我也看到了。不过，可别相信一些阴谋论啊。据说社会上已经出现围绕崩坏的诈骗案了。我又不是小孩子啦。不过讨论的人确实很多嘛，大家都说世界末日说不定就要来了呢。牙医，如果是真的，你准备在最后一天去做些什么啊？啊？那种事和现实没什么关系吧？要相信天命的女武神啊。就因为没关系，所以才要讨论嘛，不然哪会有这种心情？再说了，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见识过非比寻常的阵仗吗？你现在也才几岁啊？那如果末日真的来了，我们就去拯救世界，怎么样？你在说什么呢？我们又不是头条新闻里的幽兰戴尔。总可以试试嘛。那牙医呢？你又想做什么？不可能的事想也没有意义吧？而且，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事。不过，如果真有那一天……哎呀，新阿拉哈托要开始了，牙医先等我一下，我去把声音调高。遥控器呢？如果真有那一天……啊，牙医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啊 ，Kiana，你到底洗了些什么？草莓不能用来炒蛋，只是试试也不行。
不在乎世界的真相和最终的胜利，我只想死去的时候有人抱着我。是啊，戏也该看够了。来吧，出来。终于猜到了。不过，好不容易再见到我，你就这种态度。我们熟悉彼此，没必要那么客气。而且你过去向我打招呼的方式，也不是很友善吧？雷之律者，又或者我自身的圣痕意志。你倒是还不算蠢的彻头彻尾，这反倒要感谢圣痕计划给我带来的见闻了。毕竟，以圣痕计划的运作机理来说，他们能够唤醒的人格相当有限。虽然父亲偶然提起过，他之所以同意将征服宝石植入我的体内，是出于某种原因，不得不用这种方式救我的命。但因为你就那样自然而然地出现了，连我自己都以为回荡在体内的另一个声音属于律者，却没有意识到，在那之前，我先成为了某种残缺不全，甚至自我伤害的圣痕觉醒者，没错吧？而你，恰恰就是那种病症无害化之后的产物。哼，愚蠢的一厢情愿。那件事也可以很简单。你妈妈的癌症不幸遗传给了你，仅此而已。你和我了解到的其他律者人格都有很大不同。我们没有什么足以让一个人精神分裂的过往，而且，既然是律者人格，你的固执为什么只体现在基安娜身上？比起你来，十之律者都显得凶神恶煞了许多。可别会错意。那不过是看不惯你的软弱无能罢了。再说，你不也认识了一个艾莉西亚吗？你和艾莉西亚恐怕还是有很大区别。虽然相处了那么长时间，但归根结底，我从未真正了解你。反过来，你也一样。哼，说什么鬼话！翅膀硬了，敢和我叫板了？如果你了解，你就不会用那么奇怪的手段来向我打招呼。那些重写人生的想象，不但毫无逻辑，也证明你根本不了解我，更不了解基安娜，以至于我不禁猜测，在羽化之后，你的确一度消亡。因此，当圣痕计划将你再现的时候，你只继承了我的知识，却没有收获与之相应的感动。一派胡言！拍着你自己的胸脯，你能说你自己不想要那些东西吗？能。我将力量，将一切都交给你，我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基安娜。正因为如此，圣痕计划给我们的那些才根本不够格。你困惑，因为你还不够了解基安娜。一个人的性格，就是他的命运。你可以试着从正面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。比如说，面对所谓的末日，基安娜只会做出一种选择，用自己的力量去阻止它到来。这无关乎结果，这是一种人生态度。那只因为你太过无能，因为自己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就眼睁睁看着对方为此牺牲，再辩称说对方生性如此。你真是懦弱到无可救药。看来你真是睡得太久了，以至于今时今日，我们之间更懦弱的一个，反而是你。在来到这里之前，我见到了一位朋友，他以失败者的面目来到我的面前，
似乎以自己作为反例，试图向我强调，任何类型的爱，它们都不是一种机械的理念，而是一种基于尊重的理解。但实话说，它不过是多此一举。如果直到今天我连这一点都没有学到，那么回到 Kiana 身边，反而是一种错误。而你展现那些无法实现的可能，不论动机如何，从结果上都是在轻视 Kiana 的人格，也是在折辱艾莉西亚曾为我展现的一切。哼，这种口气，你走在了英杰的老路上，还在为此洋洋自得？谈不上自得，但这又有何不可呢？在离开那里之后，我就已经反复思考过了。比起意志，我反而是在力量的层面上更接近他们。既然如此，我把自己定位为他们的学生又有何不可？愚蠢，软弱，老师已经是失败者，学生又能如何？先不论英杰们到底是不是失败者，即使是事业的失败者，就一定会在人格上误人子弟吗？世界这么大，于命运的角度，大多数人都仅仅只是过程罢了。在我看来，和英杰们一样，我要做的不是越俎代庖，而是尽己所能做到自己的最好。至于究竟谁是那个为命运写下句号的人，并不重要，并不重要。你明明就认为 Kiana 才是写下句号的那个人，不是认为，而是现实。无论从哪种方面来看，他都最合适。你已经完全不打算阻止他了吗？哪怕会因此而失去他，失去一切。我当然会尽力不让那种事发生，但这也肯定不是裹足不前的理由。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而只要直面问题，就一定要承担风险。没有人能只凭区区一声呐喊就突然做到自己能力之外的事，而我什么都做不到，也同样不是一个人可以逃避问题的理由。对我来说，基安娜的确仍是世界的原点，但正因为如此，比起我所抑郁的人生，他所抑郁的人生才更加重要。你为我所展现的那种未来，那只是你个人的一个属于弱者的幸福而已。基安娜，她早已今非昔比，成为了一个强者。我也一样。你应该没有忘记自己曾经的承诺吧？当然没有。比起这个世界，你更重要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又怎么可以随便定义对方的人生？如果不能让对方抵达对他来说更好的状态，那我们的一切努力，不反而是一种莫大的嘲讽吗？即便危机重重，即便荆棘满地，即便危机重重，即便荆棘满地，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做到最好，尽全力帮助他化险为夷。哼，好吧，你可能说得对，我或许就是个喜欢虚张声势、裹足不前的存在。不过，也正因为如此，雷电牙医，我们需要一次真正的了结。真正的了结吗？好啊，那就如你所愿。哼，不错嘛，你还真有两下了。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
如何？这场战斗，你还算满意吗？哼，很难说。怎么，你想让我承认自己的错误吗？那倒也不必。既然你想要通过硬碰硬的方式来决定问题，如你所见，现在的我的确是更强大的一方。哼，你这算是在客气吗？我只是实话实说，而且我说过，你并不了解我，但那只是因为自己永远也无法了解自己。任何人都一样。你又在说什么胡话？怎么，你已经忘了吗？在你出现之前，雷电牙医就是你现在的样子，不然又怎么会从一开始就被人取一个所谓女王的外号呢？至于那个常常被人以温柔评价的我，反倒接近于在经受巨大打击后出现的保护性人格。是的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，相比于后出现的你，我才更像是后来者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一个软弱的保护型人格。哼，在信口开河之前，你不应该先打个草稿吗？我说过了，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了解自己。我的说法只是自己的一种感觉，也因此，在那个时间点，你的做法的确最为合理。人总要告别自己的童年吗？温柔和残酷，并非不能并存。恰恰相反，就像普罗米修斯口中的梅博士那样，一个人只有让自己残酷起来，才能有机会保留自己的温柔。切，都是废话。还嫌我们走过的弯路不够多吗？来到这里的我和离开这里的我，不会有什么不同。但毕竟这也算是我回到了自己的始源。我总觉得，它有点像是某件事的预演。怎么，那个方面，你也还没放弃？当然没有。美好的事物不会彻底消失，这是我如今的信条。比如说，我也不准备和你告别，因为我们原本就是一体两面。我所相信的美好，他们会与你同在。那些梦境，准确来说，也不是我对你发起的轻蔑。当然，你或者说我自己，都不可能会认为那是最好的未来。真正傲慢，且根本对人类不够理解的，另有其人，对吧？你可以认为我刚才说的大部分话，其实是说给他听的。毕竟，虽然我说过自己永远无法了解自己，但我同样相信，只要道明原委，你一定会理解我。无论如何，你不也还是雷电牙医吗？好啊，很好。既然你已经长大成人，就去斩了那个杂碎吧，别丢了雷电牙医的脸。哼，再见了。我们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固执。